这片海由古神意识所化，一分为二。红色的是血海，用来封印托森；蓝色的是死海，存放着古神记忆。 收到一股强烈又诡异的欲念波动，这是恐之欲。徒儿，你果然可以感受到古神六欲。古神欲念强大，非常人能够承受，但你的体质特别，只要你将其吸收。 功法就可大成。若我功法大成，能否带您一起离开？当然，那时我们就能借助古神的力量离开这里，不再受托森控制。不过这个过程，你会承受万重噬心之痛。徒儿愿意。 神之骨，来，为师为你护法。 师父不可！您这是在灼烧自己的神识啊！我们时间不多，这是最快引出古神欲念的方法。用古神手骨辅助你吸收欲念，快！师父，总觉得这阵有些不太对劲。古神之欲。 天魔自然的九死一生只是假象，那六欲魔君才是必死的挂位。难道说，师父？ 以古为引，以欲为剑，以古神屠死六欲为媒介，献祭此人全身精血炼化，为吾所用。乖徒儿，不枉为师养你一场。
4000年前，我还是一介散修，阴差阳错闯入了神石死海，因所修的欲念功法特殊，发现了藏在这里的秘密——古神的记忆。这是修仙之人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几进几出，创下了玄天魔域诀，可以以古神吐丝6域为引，炼化一颗记忆水晶，将那古神之意吸出。但吸收古神6域需要特殊的体质，我苦苦找寻这个容器，直到你出现了。我给你起名6域魔君，精心培养，所幸你也没有让我失望。上次与你一同进入古神之地时，无遭变数，意外发现了托森的秘密，不得已之下，只得折服于此，等待再次与你相遇。果然，你没有让为师失望。这一刻，我可是等了太久了。为什么我族神之中不过是你的一颗棋子？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只有获得意志传承，为师才能获得重生，才能遨游这修真界，当然也能安然无恙的从这里离开。我6域魔君自诩魔头，一生炼制傀儡无数，无恶不作。可笑，最后却栽在这仕途前身的低级戏码上，可悲，实在可悲啊！大道本就无情，说只有得到意志传承，才能从这儿离开。我与这天魔散人修为相差甚远，硬讲毫无胜算，不可轻举妄动。何人在此处？属下参见夺目大人，参见护法们。这是何物？此经是晚辈弟子炼化而成。当年晚辈收他为弟子，就是为了日后炼成这经，增长修为。若是大人喜欢，全当晚辈孝敬您了。是吗？不堪一击，还以为是什么宝贝。还真是天命难测。既然此处无恙，继续去寻找吞魂吧。只手遮天的化神强者，在他面前竟如蝼蚁。此人究竟得是何等修为？
神一族生于星辰，无足以传承为魂，以星脉为食，为宇宙万族之首。吾名为古神图司。传承者，你的意志传承并不完整。古神虽寿，犹有竟时。吾在寿元将近之时，试图以古神秘术保留神识，却不想遭到毒手。妖神拓森，是吾早年从识海中分出的一缕邪念，甚至夺得了吾的意志传承。吾以残余神识与之对抗，最终不敌。图斯，如今你已身死，我便是你。吾虽身死道消，但用了最后的神念，将识海一分为二。以血海神识将拓森封印，又以死海神识封存意志传承。前辈可知，那拓森为何要抓我？借你吞魂之力，获吾神识之所。原来如此，我该如何离开古神之体？获取完整的意志传承，即可自由来往于古神之体。传承者，万不可让意志传承落入拓森之手，否则拓森将成为真正的古神，天地生灵必遭涂炭。切记，切记！前辈所托，王某定会记住。按照古神图司所说，完整的意志传承就埋藏在这死海之中。好快，好快啊！主子，你莫非修为又进步了？不如咱们去一举剿灭那些老东西，我为您殿后。想多了，不过是获得了部分意志传承。啊，能打过化神老怪吗？小子，抓到你了！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啊，主子？你怎么躲开化神老怪一击的？
结丹小儿，找死！没听见主人说要活捉这个吞魂吗？使者大人饶命！使者大人饶命！有趣。连续在经脉中潜行，灵力消耗太大了。啊！主子，你疯了！空口喝下荒兽髓液，会灵力爆体而亡的。哼，爆体而亡就爆体而亡，我才不管你嘞！古神诀第1层，夺灵。古神一族运用此法夺取世间万物灵气，不论多寡，都可归为己有，故名夺灵。我看不透此人修为，但给我的感觉却比华山强者更加可怕。还跑吗？结丹修为，敢在古神经脉中飞行，胆子不小啊！蛟龙髓液，前辈，认识此物？当初在第1关，本座收服过一条，后来玩着无聊，杀龙取髓。此地无一物可入本座之眼，甚为失望。仅在第1关收复蛟龙一条，而今看来古神之地不过如此。他就是留下自己之人。你敢吸食蛟龙灵液，因为你是吞魂？是。是个屁呀！你差点被城堡挂了。你能在古神经脉中移动，也因为你是吞魂。是。是个屁！你明明是拿了古神传承。跟我去见主人。若不是拥有特权，即便是我，也无法在古神经脉中自由活动。此子或许能派上用场。拜见主人，跪下！别多嘴。主人教训的是，没有灵力波动，甚至没有神识传出，这是纯粹的古神之力。你是个吞魂。
吞了。看看，一个小儿用几息时间，就破开了你们这些废物几千年都破不开的封印。10年内无法炼化身上神识封印的人，没必要留在这里。传承者，万不可让一支传承落入拓森之手，切记切记！要审拓森脱困之人，就是我，乃至朱雀星万劫不复之时。但如果拒绝吞噬，我恐怕马上就会死。这吞魂太过年轻。早点让他凝结魂核，现在吞得太慢。吞魂凝结魂核，属下愿助一臂之力。去。小家伙，那日我抓你的时候，你在死海干什么？前辈身为血海战将，将我带到拓森难以监视的寂灭空间，又是想干什么？小辈，你可知多少年没人敢跟本座这么说话了？你这小辈要是有几分胆识，我们不是什么血海战将，我们11人是被拓森困于此处的外星修士。1000年来，只有1人逃脱。一旦拓森解开封印，我们全都会死。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要什么？离开古神之地。都听见了，这个小家伙和我们的目的一致。当他破开拓森封印，就是我们动手的时机。吞魂，好，小友，待你再次封印拓森，我等定有厚礼相赠。前辈说笑，以在下区区结丹期修为，要封印古神就是痴人说梦。不需要用你的力量将它封印，你吞噬的封印本身便是古神的神识，你只需借助吞魂之力。在拓森进入神识死海的瞬间，引动古神神识反噬拓森，剩下的交给我们。事成之后，我们会分给你100块极品灵石。怎么，不满意？再加上顶级法宝混元驱兽圈，你该知足了吧？小辈。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也有着不依靠吞魂的最后手段。哼，在下并非信不过诸位前辈，可事关生死，还需要前辈们一个保证。你想要什么？要诸位前辈的本命法宝。你无妨。事成之后，晚辈自然双手奉还。
想必各位前辈也不会担心晚辈区区结丹期会有本事把这些法宝据为己有吧？这就是魂核，吞下它，你便能为拓森破除封印。这一天终于来了。真实结界。吐丝，万年前你困不住我，如今也一样。我拓森来了。图斯已死，吾以图斯之命召唤五祖本命之气，灭星矛，现。众人奉命，随吾去得古神意之传承。古神本命法器灭神矛都已归顺于我，托斯，你拦不住我！古神之意，通道现。
站位看似随意，其实一直把托森围在中间。他们就这么有把握对付托森？小友为何还不动身？前辈不必如此谨慎。王某修为有限，略慢少许，不会耽误前辈大计。这紫色雷电与那剑之之山的天界一模一样。意志传承就在那儿。古神的意志传承，人人视若珍宝，我却要之无用。身为屠司的一缕邪念，他知道，我都知道。若非这该死的法则限制，我本不必如此麻烦，非要得到完整的传承。神之命，我在此处守护意志传承。我主人的命令，不可让任何人进入。孽障，你的主人已经死了，现在我就是古神。痴人说梦，你不过是一缕邪念。神的事情，可轮不到一个畜生说三道四。众血海将士听令，斩灭这畜生！是了，尽快就在最后一局。飞蛾扑火，愚蠢至极！所有血海修士，难道说锁神道身？还记得我吗？令恒。看来我当年之所以唯独没有抓到你，是因为你夺舍了这个畜生啊！你死到临头，休要故作淡然。你们10个等了这么多年，看来这一次是要灭杀我了。还有一个，你快让他也抱一下呀！哦，原来你们是一伙的。这托森的反应不太对劲，既不恼怒也不恐惧，似乎这一切都无法威胁到他。不过，你们凭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打败神？我是恶，大恶。我本是邪念出身，但我从不揣着邪念装作善良。今日你们得不到古神传承，并不是因为杀不死我，而是你们对意志传承一无所知，也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意志传承所在。果然没有意志传承的波动。其实，
你们知道又何妨？你们绝不可能跨过我，拿到意志传承。既然托森来到此地，说明意志传承一定在这儿。这没有别的地方了，还能在哪儿？不对，还有一处。果然，好一种灯下黑。先搞死托森，分了他身上的力之传承再说。小友，你看准时机进阵，用吞魂之力给他致命一击。成败在此一举了。还不到时机。倒是有个聪明人。怎么会？小友，这是何意？王某从始至终只想从此地出去，你们的纷争与我无关。既然如此，你便去死吧！无知法器，是。我的法宝怎么感应不到了？是古神的禁制，这小子早就有所防备。想来你们一个个自命不凡，反倒被一个结丹小儿耍得团团转。有劲！这场戏我看够了，该落幕了。古神诀起！没有人可以与神为敌。今天就都死在这儿！古神的力量，凡人根本无法对抗。托森拿到意志传承，我也只有死路一条。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其实，你们知道又如何？你们绝不可能跨过我，拿到意志传承。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哼，还来！结丹小儿，别做无意义的挣扎了。这一直传承的通道，我有神识可入，我猜的可有错？雕虫小技。以分身献祭，一直传承，传！神诀，结丹小儿凭什么敢与神讲？
星球做成的炼器材料。好强的威压！就这么扔了？这样一件法宝，落到哪一个修士手中，定然都威力无穷。古神的记忆中，这些炼丹炼器的步骤法诀，价值不可估量。但这材料着实昂贵了些。在古神中，没有修真界有关修为的划分。古神炼体，修为只有神识和身体两部分。每一个古神都会把获得的大部分灵力用来兼顾身体。当身体承载的灵力达到极限后，身体就会经历一次重组，将身体变大。这是一个质变的过程，重组的次数越多，修为也就越强。你所吸收的意志传承，包含了我一生的记忆。我经历了8次重组，而你以神识为引，记忆为由，也已经历了1次。墨间石的地点，我已经放到了你的记忆之中，去拿吧。剩下的路能走多远，靠你自己了。
传承，那个1000年还会再次出现。1000年，我等。结丹小儿，待我离开此地之日，便是你身死之时。不是，上碧落，下黄泉，定要杀你个天家不留！到后期，这碎星乱将会形成和本体一模一样的分身，其修为还要强上一个境界。果然，连法宝都能复制。古神，即使没有效果，说明这东西没有神识可以破坏，甚至根本不是活物。即使无效，法宝对拼也没有胜算。但是，这借助古神之力重塑的肉身，不可能被石头复制而出。古神重组后的身体果然强，但和古神记忆中的肉身还有不少差距。难怪那几个化神级的老怪都不敢硬闯，难度在成倍增加。古神之地一降，我不光获得了禁制，更是得到了古神之力，极境神识也产生了混合。这碎星乱也拦不住我，接下来只需全力解决，为赵国复仇。怎么逃到了这里？你没处可跑了。这碎星乱在修魔海可是凶名赫赫，我还没听说过有谁侥幸过去的。难不成你想试试？前辈，小女子是个苦命人，这次侥幸逃出魔宫，您何必赶尽杀绝呢？老夫杀你不过奉命行事，要怪就怪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这本就是小女子师门镇派之宝，是又如何？不过是一个早被灭掉的宗派罢了。好好的公主侍妾你不做，非要不知好歹盗走宝炉，哼，那就休要怪老夫辣手摧花了。前辈若是再要紧逼，晚辈便进入这碎星乱，让您空手而回。前辈，这块玉简中记录了岐荒门最为珍贵的几种丹药配方，这玉简的价值不比这丹炉低。我若是把这玉简给你，前辈能否放我离开？好，你把玉简拿来，老夫确认无误后，自会放你离开。还请前辈退出千丈之外，我把玉简放在此地，待我离开后，前辈，老夫没时间给你纠缠。前辈怎可出尔反尔？看在你识趣的份上，一会儿钱某一定让你在舒服中死去。那是人？碎星乱里怎会有人？我曾看过一位魔宫的元婴期强者，在这碎星环内被神秘力量活活吞噬，连个元婴都没有逃脱。此
人究竟是何修为？难不成是化神期？晚辈祁红门一图墨云，参见前辈。晚辈毒魔宫座下5代弟子乾坤，参见前辈。距离此地最近的城池在哪？前辈，此地自西去3万多里，有一座麒麟城，晚辈愿为您引路。只要此人在，乾坤必不敢轻举妄动。这麒麟城可有化神期修士？没有，前辈，那麒麟城没有化神期修士。修魔海内，即便是10大主城，这等修士也不多。自从修魔海几个著名的化神老怪在这岁星乱内消失之后，修魔海内化神期修士已经不多。都有哪些化神修士消失在这岁星乱内？前辈，200年前，毒魔宫宫主孟庆凡，七梅之地城主端木吉，玄天宗宗主六域魔君，还有天魔洞的化神老怪古帝，他4人相约来到这岁星乱，同时失踪。其门下传人，在这200年来无数次寻访，始终都没有查到半点线索。没想到，居然已经过了200年。孟驼子是你师祖？不好，师祖曾在外四处为恶，结仇无数。看此人态度，8成是与师祖有怨。若被他人知道我是从岁星环内走出，之后定然麻烦不断。小子别跑，让你家许爷爷吞了你，否则你让老子重见天宇的恩情。这法宝竟是一个原因。有了古神诀，身体竟可吸收了金丹的8成，只剩下2成转化为灵力，果然了不得。前辈，小女子在麒麟城有一座地级宅院，晚辈有麒麟城居住身份，有晚辈在，前辈便可放心居住。此禁制每3天发作1次，每次发作全身灵力混乱。若是1刻之内没我解除，那么立刻化为一滩血水。别想着搞小动作。带路。传闻中，在修魔海海水没有化成雾气之前，麒麟城便已存在，乃修魔海10大主城之一。带我去你的居所。玉佩呢？进去了。前辈，云儿对您一见倾心，绝技不会背叛，这禁制就解了吧。不要做多余的事。小女子再也不敢了。
我在修魔海不会逗留太久，待离开时，自会为你解开禁制。但你若是泄露了我从碎星乱走出一事，就休怪无情。是，前辈。一旦那托森从孤神之地离开，定会第一个寻我复仇。这一趟法宝倒是收了不少，不管怎么说，得尽快结印。这9件法宝，尽管其主人已死，但其上却隐含另一股神识，阻止我炼化。这个或许可以一试。快走吧，快走吧！有了这法宝保驾护航，主子定能顺利结印。主子，就是要去灭了那个小娘子吗？您放我去就行。聒噪。结印在即，稳妥起见，我要去买些做进饭的材料。店家，这个我要了。哎呀，都有眼光真好。哎呀，他这明显是要有动作呀！主子先下手为强啊！您快派我去吞了他。不急，我倒想看看，这麒麟城内有没有人可以破解我的禁制。主子可是进山领悟者，这破烂小城里定是无人能破的。道友，灵符丹药看一下。有着蛟龙骨做阵眼，阵法一旦开启，结丹期可困住数日，有利于疗伤恢复。龙髓是至宝，可用于增强灵力。我便自作主张加工了一下，以备师兄不时之需。200年过去，不知他如今在何处。前辈，
死皮可是在蛟龙刚刚死后不久便被生扒下来的。那芭蕉皮的修士，在200年前的修魔海外围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筑基修士，在结丹修士的追杀下，居然突破了。进入结丹期后，还一路斩杀了所有追击之人，甚至逼得那位结丹中期修士用出了万魔百日诛杀令。把单子上的东西给我包起来。好嘞。前辈，当真能化解晚辈体内禁制？上来吧，我可以为你化解禁制，但你要告诉我，这禁制是谁给你布下的？拜见前辈。真有人精通这上古禁制。上古禁制，前辈是否可解？难道不难？不过你要告诉我，这禁制是谁给你布下的？若是前辈破解成功，晚辈定然全部告知。那我且先试试。就是了。你走不得！借此妖兽，引出那背后会上古禁制之人。道友息怒，那上古禁制可是道友所布。道友，在下并没有恶意，只是有一机缘相赠。哼，你我萍水相逢，甚至刚刚还在拔刀相向，我又凭何信你？明人不说暗话，你我都是结丹后期，结应迫在眉睫。若道友愿助在下一臂之力，在下保证，道友结婴将指日可待。据邱某所知，若是能吞噬元婴期修士的元婴，那么结婴成功几率将大大提升。在下便知一地，其内有2个归系中的元婴，此事若成，所得元婴，你我一人1个。如何？这元婴什么来历？他们其中之一是在下的师兄，另一个则是我师父。杀师吗？没什么大不了，在下当年也干过。我师父为了提升修为，想要将我炼化。他以为我对此一无所知，其实他的谋算早就被我洞悉了。
30年前，趁他与我大师兄闭关之际，我暗中做了些手脚，让他们沉睡了。这几日，当时他2人被外魔消散之际，正是夺取他们元婴的最佳时机。这与上古剑制又有何关联？那闭关之地实际上是一处上古洞府，其内禁制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要强行打开，恐将一无所获。所以，这才需要道友相助。家师是元婴初期，大师兄刚刚结婴。若道友能打开禁制，那么家师的元婴归你所有。快到了，就是这里。进入此门，便会被禁制攻击，一切就拜托道友了。这条畜生是灵力境界，只要这石壁还在给他功能，就无法防。而且跟他战斗时，石壁隐藏的阵法还会发动袭击，防不胜防。道友，先破坏那些石壁，跟这畜生纠缠没用。果然，不是石壁在给巨蟒功能，而是巨蟒的灵力在支撑整个禁制，将针眼藏于最强的杀招之内。果然是高人所不知。不过，跟真正的古神禁制比起来，太弱了。道友的禁制手段，果真不同凡响。上古传送阵。道友，我师父与师兄就在这间石室内。道友，告辞。接下来，待禁幡练成，就可借用。需达到999个，才算制成了最低品质的禁幡。
早已没了天机，难道有上古宝物？那可是上好的补品。这么大的结缘，看来是至宝显世。威力越强，这天劫是来摧毁锦帆的。现在，压不住这天劫，再这样下去恐会破损，必须尽快闭关。交出上古宝物，饶你不死！交出宝物！人在前，逃不掉了！保证住！老子想要的东西还没有拿不到手的，元婴剑，小儿受死！结丹中期，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给我找，就是挖地3尺，要把它给我翻出来！既然你们起了恶念，那就怨不得我了。10、4。
快逃！天劫都没给他劈死，还歪打正着达到了假英修为，可恶！找谁说理去啊？嘿嘿，恭贺主子因祸得福，修为大增，吞了这元婴，定能成功结婴。极境对人霸道，灭杀同期；然而对己也霸道。从此之后，你不论如何修炼，都只能达到元婴期，再无法向上突破。我的修为只度达到元婴期，可我不甘心呐！天时地利皆在我手，可寂静的天劫终究难以跨越。成也极境，败也极境。主子，天命无常，你……我从不信天命。